老婆和她闺蜜从小形影不离，做什么都要在一起，一起上学，一起长大，还开玩笑说要一起找个老公。客厅楼梯上传来老婆生气的声音：凭什么那个小吃货都有了，我还在这马卡巴卡呢？起因是富婆老婆把我借给了她闺蜜，应付催婚，结果一不小心就犯错了，我连忙收拾行李跑路，却被老婆抓了回来。此时偌大的别墅里，饭桌上我们仨嘻嘻笑笑。陈泽，你这糖醋里脊做的绝了，外酥里嫩，酸甜口调的刚刚好。柳如烟一边往嘴里塞着肉，一边含糊不清的夸我，她那张漂亮的脸蛋此刻被塞得鼓鼓的，像只贪吃的小仓鼠。我老婆白宁冰优雅的用筷子夹起一块鱼肉，白了身边的闺蜜一眼，没好气的说道：这么多饭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天天往我家跑，你不会看上我家陈泽了吧？嗨嗨可，我差点没把刚喝进去的汤喷出来。柳如烟倒是脸不红心不跳，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理直气壮的回道：怎么可能，顶多把他绑回去，给我当个私人厨子。白宁冰立刻护食似的把我往他那边拉了拉，宣誓主权，他可是我的专属厨师，我最爱的老公，你还想绑回去？不行，得加钱。看着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拌嘴，我不由得笑了，思绪飘回1个月前，那段经历简直比小说还魔幻。我陈泽，一个带着记忆的穿越者，在这个世界奋斗了20年，最终也是成功恶犯上了。身边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个替身，一个和我老婆白宁冰的白月光，沈晨长得有7、8分像的替代品。当那个所谓的正主沈晨找到我头上时，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被一脚踢开的准备。可谁能想到，反转来得如此之快。严格来说，我才是白宁冰学生时代暗恋的那个白月光，而沈晨不过是个路人甲。东窗事发后，他竟想着把生米煮成熟饭，结果自然是被白宁冰毫不留情的送了进去，也算是拿到了铁饭碗。在沈晨找我麻烦的那大半个月里，为了我的安全，宁冰把我送到了她闺蜜柳如烟家里暂住。在此之前，我和柳如烟只是认识，她对我向来爱答不理，浑身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高冷。没想到的是，这位高冷女神背地里居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吃货宅女。仅仅一顿饭，我就用厨艺彻底征服了她的胃。那些天，她把我当成了许愿神龙，点菜点的飞起，从川菜到粤菜，从法式大餐到日式料理，全是她爱吃的。不过还好，她总算有点良心。我在她家暂住的时候，无聊的发霉，她就陪我一起打游戏、看电影、追剧。那段无聊的日子里，总算有个能分享快乐和吐槽的人。沈晨被送进去后，我也解放了。可我们家原本只有我和白宁冰的2人世界，现在硬生生多了一个柳如烟。她厚着脸皮，天天顿顿跑来我家蹭饭，有时吃高兴了甚至都不走了。白天白宁冰去公司上班，她就霸占着客厅的沙发，陪我联机打游戏。到了饭点，我就认命的当厨师给她做饭。最离谱的是，到了晚上，我老婆直接被她霸占了。她堂而皇之的挤进了我们的主卧，还占据了原本属于我和白宁冰的大床，美其名曰这是闺蜜夜话时间，让我去客房睡。思绪拉回当下，柳如烟已经放下了碗筷，眼神发亮的望着白宁冰，不把她绑回去，借我用一段时间，总该可以吧？她凑近白宁冰身旁，一脸认真的商量，放心，我保证完好无损的把她送回来。白宁冰挑了挑眉，放下手中的筷子，从容不迫的看着耍宝的闺蜜，说吧，你要她做什么？白宁冰挑了挑眉，放下筷子，好整以暇的看着自己耍宝的闺蜜，说吧，要她干嘛？柳如烟将嘴里的食物咽下，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局促，还不是我爸妈，准确说是我那讨厌的弟弟，他比我小1岁，都结婚了。我爸妈现在催我催得跟什么一样，天天在我耳边念叨。他说着，干脆把碗一推，起身坐到白宁冰身边，抱住她的胳膊用力摇晃，声音瞬间变得又软又怒。宁冰啊，最好的宁冰，你就把你老公借我应付一下场面，没问题吧？你知道的，我就跟个宅女一样，除了吃就是玩，哪来的异性朋友？认识的人面稍微合得来，能拉出去见家长的，也就你老公了吗？让我拿去用用吗？求求你了！我看着她撒娇的模样，心里一阵恶寒，这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白宁冰显然对她这胖很受用，但还是板着脸，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柳如烟的额头。行，你拿去用没问题，替你撑场面也可以。她话锋一转，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但是你要记住，必须把她完好无缺的还回来，她身上的一点东西都不能少，全都是我的所有物，一根汗毛都不能少。柳如烟立刻从她身上弹起，站直身体像个领命的士兵。收到，放心，我自己的少了，她的都不能少。我全程像个木头人，一句话都插不上。没办法，谁让老婆是我的饲养人呢？天大地大，老婆最大，她都点头了，我哪有拒绝的余地？就这样，我成了柳如烟的临时男友。正当我认命的时候，白宁冰突然想起什么，补了一句：上次我们结婚，你父母没来，是你和你弟弟到场，他们可没见过陈泽。柳如烟俏皮的眨了眨眼，一脸计划成功的得意。我父母那天有急事，所以才没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老公长什么样。放心，绝对不会露馅的，我办事你尽管放心。白宁冰这才彻底放下心来，重新拿起筷子，优雅的继续用餐。这天下午，白宁冰开车前往公司，偌大的别墅里，瞬间只剩下我和来蹭饭的柳如烟，空气中那股轻松的氛围，似乎随着白宁冰的离开而变得有些微妙。柳如烟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滑动着手机屏幕，头也不抬地对我说道：喂，收拾好了吗？打扮得帅一点哦，我爸妈已经在家做好饭菜等你了。我站在衣柜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比划了半天，无奈地回道：我又没多帅，这已经是我的最好状态了。啧，他终于放下手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过分谦虚就是骄傲，懂不懂？对了，记得带上这2个礼物，我买好了，按照我爸妈的喜好挑选的。我掂了掂手里的礼盒，分量不轻，心也跟着沉了下去。又不是真的，准备这么周全做什么？
么，搞得我都开始紧张了。柳如烟从门框上直起身，一步步走到我面前，一股淡淡的馨香扑面而来。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像一只盘算着什么的狐狸。怎料她突然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调皮的试探：万一事情变成真的呢？那不得提前做好万全准备。她的气息拂过我的脸颊，我心头一跳，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笑着掩饰内心的慌乱。万一真变成那样，我估计要被宁兵踢出家门，流落街头了。到时候只能你救我，带我远走高飞，四处逃亡。我本是随口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柳如烟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亮得惊人。肯定啊，我的男朋友，我当然要负责。他昂起下巴，豪气十足的一挥手臂，出发，一起亡命天涯。我开着白宁兵那辆低调的跑车，载着这位临时女友，驶向了他口中的龙潭虎穴。柳如烟的家在一片雅致的别墅区，她的父母看上去比我想象中要和蔼许多，脸上始终挂着热情的笑容，完全没有豪门长辈的架子。一进门，我就被按在了座位上。小陈是吧？快坐下，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柳如烟的母亲一边给我倒茶，一边笑眯眯的打量我，她父亲则更为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小陈啊，听如烟说你是京大毕业的。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考验要开始了。我点点头，按照柳如烟事先给我的剧本，开始了我的表演。是的，叔叔，京大毕业的。这些话我还是说得非常有底气的，因为都是真的。除了我是高中老师以外，哎呦，那可是高材生啊。他父母对视一眼，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学的什么专业？家里是做什么的呀？我父母都是老师，一个教高中，一个教初中，受他们影响，我现在也从事教育工作。这话一出，效果拔群。柳如烟的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母亲一拍大腿，书香门第好啊，最适合教孩子了。饭桌上，我享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刘母一个劲的给我夹菜，我碗里的菜堆得像座小山。他父亲则兴致勃勃地跟我谈天说地，从教育理念聊到社会时事。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刘母突然开口问道。我瞥了一眼旁边只顾埋头吃饭的柳如烟，她似乎完全没打算帮我，只能硬着头皮临场现编。我跟如烟是在一个读书会上认识的，当时就觉得她很特别，性格很直率，跟别的女孩不一样。我搜肠刮肚的找个词，尽量让谎言听起来真实可信。那你们谈了多久？快1年了，那你觉得我们家如烟怎么样了？我看着柳如烟那张塞满食物的嘴，违心的夸赞道：如烟很好，虽然有时候看着像个小孩子，但其实内心细腻又善良。柳如烟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然后又迅速低下头，假装被一块排骨呛到，咳了半天。一顿饭吃下来，我感觉自己的演技都快赶上影帝了。柳如烟的父母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审视未来女婿，变成了看待亲儿子，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满意。饭后，他母亲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小陈啊，今晚就别走，在家里住下吧，家里有客房。我还没来得及拒绝，柳如烟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抢着说道：妈不行，她明天早上学校有早会，得早点回去。她一边说，一边把我往门外拽。她父母看着自家女儿这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无奈的叹了口气。直到坐进车里，我才长长的松了口气，感觉后背都湿透了。回白宁兵别墅的路上，我开着车，忍不住侧头看了眼副驾上心满意足的柳如烟。我今天的表演还符合预期吧？影帝级别的发挥，我看你爸妈那眼神，恨不得咱俩当场就去把证领了。柳如烟懒洋洋的靠在座椅上，对着我竖起一个大拇指，嘴角上扬。对，影帝大人，你辛苦了。回到别墅，三人的生活继续如常。白宁兵依旧是那个强势又护食的女总裁，而我依旧是围着她转的专属厨师。我们联机打游戏，她大大咧咧的骂我技术差。几天后的晚餐，又是熟悉的场景，熟悉的饭菜香。柳如烟今天却一反常态，没怎么动筷子。她眼巴巴的看着白宁兵，直接抱着他的手臂开始摇晃，声音甜的发腻：宁兵啊，我最好的宁兵啊。白宁兵被他晃得头晕，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又怎么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嘿嘿，柳如烟讨好的笑着，上次那个你老公不是挺好用的吗？那个包包都讲究售后，你这老公能不能也包个售后，再借我用用啊？我一口汤差点呛在喉咙里，借老公还带售后的？白宁兵放下碗，皱起眉头，警惕的看着他：你又想搞什么幺蛾子？不是我想搞事，是我爸妈。柳如烟一脸的委屈，他们明天非要搞个什么家庭晚宴，说我弟弟和弟媳都会来，还点名让我把陈泽也带上。他说到最后指了指我，我怎么拒都拒不掉啊，他们就认准你了，说对你这个女婿非常满意。白宁兵的眼神在我俩之间来回扫视，似乎在评估这件事的风险。最终他还是顶不住柳如烟的撒娇攻势，叹了口气，松了口：行，怕了你了，和上次的要求一样，记住了。他伸出手指点了点我的胸口，又指了指柳如烟，必须完好无损的把它还回来，少一根头发我跟你没完。第二次准备去柳如烟家，我下意识的想去后备箱看看礼物是否备好，这次不用带礼物吗？我问正在催我上车的柳如烟，她摆摆手，一脸无所谓，不用，自家人吃顿饭而已，赶紧走吧，把你这张脸整理干净就行。看着她轻松的模样，我心里的那点紧张也渐渐放下。车子平稳的驶入柳家别墅，他的父母依旧热情的迎了出来。怎料我们走进客厅，却没看见他口中的弟弟和弟媳，屋子里只有他父母2个人，正笑眯眯的看着我们。柳如烟愣住了，环顾四周，一脸的目瞪口呆。我弟和我弟媳呢？他母亲走上前来，亲热的挽住他的手，语气自然的仿佛在说一件小事。哎呀，你弟公司临时有事，他媳妇也跟着去，来不了了。来都来了，总不能现在就掉头走人。
柳如烟的父亲已经满脸堆笑的招呼我坐下，饭菜很快就摆满了整张桌子。他转身从一个古色古香的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半透明的玻璃酒壶，拍开红色封泥，一股浓烈到呛鼻的药味混着酒香，瞬间就霸占了整个餐厅的空气。小陈啊，他热情地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琥珀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粘稠。这是我珍藏了10几年的好酒，要不是你来了，我都不舍得开封呢。今天咱俩必须不醉不归。我心里咯噔一下，这阵仗不对。我凑近酒壶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就让我头皮发麻。肉苁蓉、熟地黄、枸杞，这些还算正常，可底下那沉淀着的是什么玩意儿？这哪是酒啊，这分明是一壶十全大补的药汤。我瞬间明白，今晚这哪是什么家庭晚宴，这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目的就是把我灌醉。可柳父的酒杯已经递到了我面前，那张热情的笑脸不容我有半分拒绝。我能怎么办？说叔叔这酒太不我遭不住，那不是当场打他的脸吗？我只能僵硬的笑着，硬着头皮接过酒杯。叔叔您太客气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一口酒下肚，一股灼热的暖流从喉咙烧到胃里，紧接着一股奇特的热气开始向四肢百骸脉挪。来来来，小陈，光喝酒怎么行？吃菜吃菜。刘母笑眯眯的开始给我夹菜，动作快的让我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一盘硕大肥美的生蚝堆在我碗里，这是从国外空运回来的，新鲜着呢，男孩子要多吃点。然后是爆炒羊肉、韭菜炒蛋，柳父一杯接一杯的与我干杯，刘母则是不停的往我碗里添菜。他们夫妻俩配合的天衣无缝，一个负责灌酒，一个负责夹菜，热情的让我感到不对劲。没过多久，我感觉脑子开始发沉，意识也变得模糊，看东西都带上了重影，浑身上下像是被点了一把火，非常燥热。叔叔阿姨，抱歉啊，我撑着桌子，舌头都有些打结，我好像有点喝醉了，我想去休息一下，这是我最后的求救信号。柳如烟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她放下筷子，皱眉道：爸妈，他好像真的不舒服了，我带他去房间休息吧。说着，他就要起身来扶我。哎，你这孩子急什么？刘母一把按住他，又往他碗里夹了一大块肉。你还没吃饱呢，我知道你饭量大，是个吃货，多吃点。而柳父则端起酒杯，直接对上了柳如烟。你这丫头，咱们父女也好久没喝过了，你来陪爸喝一杯，就一杯。柳如烟被父母一左一右夹击，瞬间动弹不得。我眼睁睁看着刘母站起身，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扶住了我的胳膊。好吧，年轻人不能逞强，喝醉了就去休息。他的声音在我耳边温柔地响起。阿姨带你去休息。柳如烟的母亲搀扶着我，我的脑袋像灌了铅，眼前的景象天旋地转，只能勉强辨认出她把我带到了2楼的一个房间。一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不是香水的味道，而是一种少女身上特有的混杂着沐浴露和体香的清甜气息。小陈，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他将我扶到床边，我身子一软，就倒在了柔软的床垫上。床铺靠着窗户，一丝微凉的夜风吹在我滚烫的脸上，带来片刻的清醒。我躺在床上，模糊地打量着这个房间，粉色的墙纸，书桌上堆着玩偶和漫画书，空气里那股熟悉的馨香让我脑子里警铃大作。这是柳如烟的房间。我刚想挣扎着坐起来，身体里的燥热却变得更加猛烈，四肢软得像一滩烂泥，连动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楼下，柳如烟的父亲还在热情地劝酒。如烟，你这丫头，咱们父女俩好久没喝过了，来陪爸喝一杯。柳如烟本就酒量奇差，属于一杯倒的类型，在那壶大补酒的作用下，她根本招架不住，很快就头晕脑胀，脸颊通红。没过多久，房门被再次推开，柳如烟的母亲搀着脚步虚浮的女儿走了进来。妈，我头好晕。柳如烟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软绵绵的像在撒娇，醉了就赶紧休息。她母亲的声音温柔的能挤出水分，扶着柳如烟走到床边。就在柳如烟准备躺下的时候，她母亲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白色瓶子，倒出一颗黑色的药丸，来，把这个醒酒丸吃了，不然明天起来该头痛了。黑暗中，我看不清柳如烟的表情，却能听到她带着感动的撒娇声。还是妈对我最好。她没有丝毫怀疑，接过药丸，直接就着口水吞了下去。然后她转身摇摇晃晃地走到床的另一边，也就是靠着门的那一侧，灯都没开，直接就倒了下去，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柳如烟的母亲看着躺在床上的我们俩，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微笑。她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咔嗒一声，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响起，是钥匙反锁的声音。紧接着，门外传来她压抑着兴奋的自言自语，声音很轻：生米煮成熟饭，我看你们还结不结婚？窗边吹进来的风让我混乱的意识清醒了一丝，但身体里的燥热却燃烧得更旺。理智告诉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身体却软得像泥一样没有力气，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从骨子里蔓延出来。完犊子了！我旁边的柳如烟也开始不对劲了，她吞下的哪里是什么醒酒丸，分明是比刚刚那壶酒还补的东西。她开始辗转反侧，嘴里发出不成调的呓语。房内的温度急剧升高，黑暗中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外面雨打窗户，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给安静的房间里增添了一点声音。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在我眼皮上跳动，我头痛欲裂，宿醉的后遗症让我意识模糊，只觉得怀里抱着一团柔软的物体，鼻尖萦绕着一股熟悉的馨香，不是白凝冰身上的味道。我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柳如烟那张放大了的睡颜，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睡梦中还蹙着眉，而我们俩紧紧相拥。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几乎在同一时间，她也醒了。那双漂亮的眸子从迷茫到震惊，只用了1秒。啊一声刺破清晨宁静的尖叫响起，紧接着啪的一声脆响，我左边的脸颊火辣辣的疼，我被这一巴掌打懵了，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他已经猛地坐起身，倒吸一口凉气，那张俏脸瞬间痛得扭曲。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落在了床单上，白色的床单上绣着几朵雪地里绽放的梅花，宣告着发生的一切。完了，空气陷入寂静，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涩的说不出一个字，反倒是柳如烟先开了口。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陈泽，你必须对我负责。他死死盯着我，眼眶通红。还有，这件事暂时绝对不能让宁冰知道。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只能下意识的点头。好好，我负责，我负责。我敢不负责吗？我现在人还在他家里，天知道他父母会不会因为我一句不负责，就直接让我在后花园里陪伴那些花花草草。我俩手忙脚乱的洗漱完，下楼时，柳如烟的父母已经坐在餐桌旁，正用无比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醒了，快来吃早餐，阿姨特地给你们熬了粥。他母亲笑得一脸和善。柳如烟憋了一早上的火气终于爆发了，她一拍桌子，对着他父母低吼。哪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这么喜欢带小孩吗？他父母却不以为意，只是笑眯眯的给我们盛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顿尴尬的早餐，我吃不下咽。回到白宁冰的别墅，一切都变了。如果说以前柳如烟是赖在这里的常客，那现在她已经成了这里的半个女主，走都不走了。我们俩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整个下午，我们都刻意保持着距离，却又总能在不经意间对上视线。她的眼神里有羞愤，有害怕，还有一丝我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每一次眼神接触，都像有电流闪过。我心烦意乱，只能躲进厨房准备晚饭，试图用做饭让我冷静下来。可我知道这只是开始，我克制住了最后的底线，至少没有在宁冰的别墅里再发生点什么。但我更清楚，我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一根无法斩断的线，将我们绑在了一起了。而这根线的另一头还连着毫不知情的白宁冰。自从那天之后，1个月过去了，这1个月我过得像在走钢丝，脚下是万丈深渊，手里却没有任何保持平衡的工具。柳如烟更加明目张胆地赖在别墅里，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我们3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微妙。白天我和他依旧会坐在客厅联机打游戏，但曾经那种轻松的吐槽和互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沉默，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无形的火药味。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谁也不敢去点燃那根引线，而我依旧是那个专属厨师，只是做饭的心情早已截然不同。这天晚上，我照例做了一大桌子菜，3人围坐在一起。白宁冰像往常一样优雅地品尝着每一道菜，而我则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柳如烟今天却有些反常，她最爱的那道糖醋排骨就放在她面前，她却一筷子都没动。她只是低着头，脸色有些苍白，拿着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突然，她猛地捂住嘴，胃里一阵翻涌，一声干呕打破了餐桌上诡异的宁静。她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是剧烈地呛咳了几声，眼角都泛起了生理性的泪花。白宁冰立刻放下筷子，关切地凑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背：“如烟，你没事吧？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她皱起秀眉：“不对啊，今天你跟我出去逛街的时候，你就一直这样，好几次都说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等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去医院检查，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我瞬间觉得后背发凉，一层细密的冷汗从额头渗了出来。完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会是中奖了吧？不行，绝对不能让宁冰带他去。我脑子飞速运转，几乎是脱口而出，试图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宁冰，要不我陪他去吧？我的声音有些干涩。你下午不是还要去公司处理文件吗？别耽误了正事。我的话音刚落，白宁冰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他转过头，那双锐利的眸子直直地盯着我，带着一丝不悦和审视。我好不容易有几天休息，你还想赶我去上班？他的语气很冷，像冰碴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再说了，你陪如烟去，你一个男生陪女生去做检查，方便吗？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说出了一句让我如坠冰窟的话：“你又不是她男朋友。”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我被他强硬的态度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压制得死死的，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扶起柳如烟，语气不容拒绝地说道：“走，如烟，别理他，我带你去。”然后他就被白宁冰半扶半带着走出了餐厅。我僵在原地，听着玄关处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听着车子驶离别墅的声音。当那最后一丝声响也消失在夜色中时，偌大的别墅瞬间陷入了寂静。这寂静像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将我牢牢困住，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我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子逐渐冷却的饭菜，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思考不知多久，一个念头疯狂地从我心底涌上，并且迅速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绪。对，跑路，趁他们还没回来，赶紧跑，先出去避避风头，气消了再回来，或者等柳如烟向宁冰解释清楚。我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冲上2楼，冲进我的房间。我拉开衣柜，胡乱地把几件衣服塞进一个背包里，又从抽屉里翻出我的护照和所有银行卡。必须马上走，一刻也不能多待。我不敢开车，怕白宁冰查到我的位置，我只能用2条腿拼命地在这大的离谱的别墅区里狂奔。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白宁冰拿着一张化验单，面无表情地站在我面前，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特么的，这别墅区修这么大干嘛？我一边拖着箱子狂奔，一边在心里骂道。轮子在平整的柏油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那么多东西，真重啊！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酸。终于，别墅区那气派的雕花大门遥遥在望，我心中一喜，脚下的步子又快了几分。怎料就在这时，2道刺眼的光柱划破夜空，直直地射向我。一辆我再熟悉不过的车，以一个极其嚣张的漂移甩尾，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稳稳地横在了我的面前，堵死了我所有的去路。车门打开，白宁冰从驾驶位上下来，他甚至没看我一眼，径直走到我面前，那张绝美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神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流。我被他看得浑身发毛，手脚冰凉。我的行李，我嘴唇哆嗦着，还想为我的行李争取一下，等会儿让别墅保安给你送过来。他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
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的像是要将我的骨头捏碎。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我被他强行拽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我和我那装着全部家当的行李箱。回到别墅，他一言不发，拽着我直奔2楼他的房间。砰，房门被他用脚跟踢上，我整个人被他一股大力推倒在柔软的大床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白宁冰就骑坐在我身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眸子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他俯下身，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说出的话却让我如坠冰窟。陈泽啊陈泽，你还是真的有本事，一声不吭就有孩子了。我大脑一片空白，他果然知道了。他的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脸颊，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和冷意。我离开别墅的这段时间，你们俩不会都在我这别墅里哼哼？没有，我连忙惊呼，声音都变了调。宁冰啊，你听我解释，绝对没有，这都是一个意外，真的是个意外。我像个即将被审判的犯人，拼命的想要为自己辩解。白宁冰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我预想中的愤怒和冰冷，反而带着一丝看透一切的了然。我当然知道是意外，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我瞬间愣住了。要是你主动的，我现在都已经准备租个小船带你去海上看看风景了。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他话锋一转，眼神骤然变冷，捏着我下巴的手猛地收紧。可你不留在家里等着向我解释，还想跑？我还没来得及从他那句可怕的发言中缓过神来，他捏着我下巴的手指又紧了几分，那双漂亮的眸子里燃起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火焰，那不是愤怒，而是一种不服的义务。我不服。白宁冰的声音闷闷的，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我老公怎么就被个小吃货给捷足先登了？他俯下身，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鼻尖。不行，他先我一步，我不能再落后了。今天晚上你得好好努力哄我。我脑子嗡的一声，彻底懵了。这都什么跟什么？事情的重点难道不是我犯了错吗？怎么就在这叫啥劲吧？本能让我试图反抗，我双手撑着床垫，想要推开他，夺回一丝主动权。宁冰，你听我说，这事说什么说？事情是做的不是说的。他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语气认真道。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挣扎一下，为了我那所剩无几的面子，我要主导权。我咬着牙，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这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面子。白宁冰看着我这副样子，先是一愣，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他竟然真的放开了我，单手撑着脑袋，好整以暇地看着我，那眼神仿佛在说，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我深吸一口气，决定让他付出代价。1个小时后，算了，老婆啊，我认输，我赢不了你。白宁冰发出一声轻笑，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一夜，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战斗力爆表。第2天，我是被饿醒的，感觉自己像是健身卡到期最后一天，猛猛加练后一样。我扶着扶手，一步步挪下楼，刚走到客厅，别墅的大门就被人从外面用钥匙打开了。柳如烟走了进来，她看到我这副样子，只是挑了挑眉，然后目光就越过我，看向了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的白宁冰。她今天没有撒娇，也没有嬉皮笑脸，她走到客厅中央，站定，像是在宣布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事情已经发生了，陈泽，他必须对孩子负责。他的目光转向白宁冰，嘴角竟然勾起了一丝笑，那笑里有挑衅，有得意，还有一种奇怪的亲昵。宁冰啊，这下好了，我们姐妹俩小时候说的话成真了。白宁冰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他伸手挽住我的手臂，然后才抬眼看向柳如烟，眼神冰冷。怎么负责？让他娶你吗？那倒不用。柳如烟摇了摇头，但是孩子的爹也要一起帮忙带孩子。空气瞬间凝固，我夹在2个女人中间，感觉自己像是一块土地，她们俩正在商量这块土地该怎么分。白宁冰的眸子眯了起来，里面的寒光几乎能将人冻伤。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柳如烟寸步不让，迎上白宁冰的目光，一字一句清晰无比。陈泽至少要对孩子负责。接下来的场面堪称我穿越20多年来见过的最魔幻的一幕。他们俩就像在进行一场商业谈判，开始冷静而激烈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我是领了证的合法妻子。白宁冰首先画下底线，语气不容置疑。柳如烟撇了撇嘴，没反驳。他现在手里有孩子这张王牌，要的是实力。他抱着手臂，开始谈核心条款。白宁冰沉吟片刻，给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方案。我也不是不讲理的，135归我，246陪你和孩子。你也算是一个不婚族，需要的时候可以拿他去挡枪。我听得眼皮直跳，这都排出排班表了。那周日呢？柳如烟立刻抓住了漏洞，追问道。白宁冰和柳如烟对视了一眼，空气中仿佛有电火花在闪烁。最终，2人异口同声地吐出了几个字：家庭聚餐，可以满足你这个吃货的口腹之欲。和平协议就此达成。我陈泽正是从一个人的专属厨师兼老公，升级成了2人的专属厨师。柳如烟心满意足地走了，临走前还给了我一个你好自为之的眼神。偌大的别墅里只剩下我和白宁冰。夜幕降临，轮到今晚的主权方白宁冰行使他的权利，漂亮的眸子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火焰，那不是愤怒，而是一种不服的眼神。老公，他的声音又软又怒，却让我汗毛倒竖。今天请你吃点好吃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可是特地去问了叔叔阿姨配方的。他俏皮的眨了眨眼，可不能被那个吃货比下去了。说着，他伸出手，一把掀开了床边小桌子上盖着的丝绒桌布。当我看清桌上的东西时，我整个人都傻了。那只熟悉的散发着浓烈药香味的酒壶，以及那些熟悉的菜，这不就是上次柳如烟他家桌上1比1的复刻吗？历时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重演了。白宁冰夹起几根韭菜送到我的嘴边，笑得像只计划将要得逞的小狐狸。来，老公张嘴。紧接着又是一颗生蚝，然后为我喝下那杯味道熟悉的酒。我看着天花板上华丽的水晶吊灯，流下了2行不争气的眼泪。完了，明天估计又要睡迟了。全文完。